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是我的第16个视频。这次接着第11个视频，继续给大家列举一下我来日本以后发现的一些文化差异。首先是日本人都很亲切，不认识的人之间也会互相打招呼。在我刚来日本的时候，有一次周末早上，我在我家附近走路，发现遇到的所有陌生人都和我说早上好，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。后来我也试了一下，我主动和陌生人先说早上好，结果对方就好像做错了什么事儿似的，赶紧向我回复了早上好。后来我每当再遇到陌生人的时候，也就习惯性的向对方问好了。在过马路的时候，汽车看到斑马线上有行人，大多情况下都一定会停下来让行人先过，然后行人会向司机点下头，司机也会向行人点下头。开车在交叉路口的时候，都会先让对方先行。在高速路下到一般路的时候，大家都会交错着走，不会有抢线行为，而且在高速上，大家也很少有变线行为，一般就是沿着一条线一直开。总之，即使是新手在日本开车，也不会紧张。日本的服务态度非常好，尤其是政府部门，这点和中国完全不一样。在中国的时候，我最害怕去和政府部门打交道了，在日本就没有这个顾虑，即使我用的不是母语。日本的缺点就是日本人办事很不会变通，只会照章办事。比如说办电话号码需要银行卡，同时办银行卡的时候又需要你的电话号码，这样一来就进入死循环了。还有一个例子是，租房子需要填写工作地点，找工作的时候又需要写居住地址，这样的话没工作就租不到房子，而没有房子又找不到工作，又是一个死循环。相信很多刚来日本的朋友都会遇到类似的事情吧。日本的公共交通都非常准时，公交车到站的时间前后不会差1分钟。日本的公交车的站牌与中国完全不同，日本的公交车的站牌上写的是本站出发的时间，还具体分为工作日和休息日。在日本，很多事情都很准时，日本人的时间观念也很强。如果是因为公交车晚点而上班迟到了的话，会有人提供专门的晚点证明，拿着这个证明上班，公司不能说算迟到，因为这个不是你个人的原因，是公交系统的问题。中国的公交车站牌上写的是应该停的每一个车站的站名，没有出发时间。在中国，等公交超过10分钟是很正常的事儿。在日本，搬家是很正常的事儿。日本的工薪阶层的工作地点会经常变，至于为什么会经常变，日本大厂的情况请参考日本电视剧《半泽直树》，日本小厂的情况请参考日本电视剧《派遣的品格》。顺便说一下，日本的现代剧里演的东西就是日本真实的情况，和真实生活一模一样，而中国的现代剧里所演的东西全部都是经过美化的，并不是真实的中国人的生活情况。比如中国电视剧《亲爱的翻译官》。日本的工会与中国的工会也完全不同。我在中国工作时，中国的工会主要是给员工发电影票和月饼，因此中国的工会费也不是很贵。日本的工会可不止这些，有很大的作用。首先，日本的工会费很贵，是工资的2%左右。有什么作用呢？第一是春斗和秋斗，为员工争取每年的夏季和冬季的2次奖金。工会会站在工人的角度，与公司的管理层交涉，为工人争取最多的工资。第二，工会也会关注员工的身心健康，员工请假如果领导不批的话，找工会，工会会帮着解决。第三，工会还会组织一些社会活动，还能找到银行的赞助，为员工做低福利买房子的贷款。第四，也是最重要的，工会会参与政治，为国会议员提供资金，
然后国会议员为工会谋福利，就像我们干 IT 的，属于电机联合工会，参议员为了感谢我们，还到我们公司，在我们食堂门口和每个吃过饭的人握手。刚开始我还不认识这个人，回头上网一查他给我的名片，才发现原来这个人是参议院议员。日本参议院议员只有245个人，粗略的算一下，我应该是和日本的前300名左右的人握过手。不过在日本，这是个非常普通的事儿。日本的这些国会议员不仅和我们这些小文人握手，在每年1月底2月初的选举季，他们会在街头演讲，为自己拉票。就连排名第1的总理大臣也得出来到街上演讲。这一点西方国家好像都有这个传统。还有一点和西方国家一样的就是，女性会在结婚后改成和丈夫一样的姓。原因是在市政府的系统里，只有夫妻同姓这一个选项，不同姓的话登录不了市政府的系统。女性结婚后还是会继续上班的，但是一旦生了小朋友的话，不上班专心照顾家里的女性非常多。日本是全民医保，但不是全民免费医保。小朋友在初中3年级毕业之前看病是全部免费的，初中毕业以后的成年人是自费30%。日本有非常多的家庭诊所，所以一些感冒发烧的小病去家庭诊所看非常方便。所谓家庭诊所并不是小诊所，甚至一些家庭诊所还可以做胃镜这样的一些手术。家庭诊所看病非常方便，一般30分钟左右就能把病看完。大型的综合医院并不对外开放，必须得有家庭诊所的推荐信才能去综合医院。严重的病就一定要去大型的综合医院看了，不过不用担心，也不需要预约很长时间。大人看病需要交30%的费用，但是收入过低的话，这30%也可以减免。住院的话，费用基本上是全给报销的。我妻子在日本做过一次手术，有兴趣的朋友请出门左转看我的第12个视频，我把链接就放在这个地方。大多数的日本人都住在木头盖的2层的小房子里，住在3层以上的人应该不是很多。在日本一眼望去全是这种2层的小房子，没有什么高的建筑物。而在中国，大多数人都住在6层以上的大楼里。顺便说一下，远处的那个山就是富士山，虽然相距100多公里，但是依然能看得很清晰。日本学校的制服，女生只有裙子没有裤子，所以即使是下雪的冬天也是只穿裙子。日本有的学校只有男生或者只有女生，这样是因为男孩和女孩的智力发育速度不一样，只有男生或者只有女生是为了更好的管理学习成绩，同时也是为了减少青春期的早恋。还有，日本学校都有校歌，在学校很少唱国歌，也不升国旗。我家孩子在日本上学，现在已经3年级了，到现在为止也不会唱日本的国歌。中国的学校好像有每周1升国旗向国旗敬礼，不知道现在是不是还是这样。在日本有一点是我最忍受不了的，那就是每年2月底开始的花粉季。花粉症是日本的国民病，这也是为什么日本人爱戴口罩的原因。刚来日本的中国人前2年一般不会有花粉症，那是因为花粉还没有在体内累积到可以爆发的程度。一般到了第3年，如果有花粉症反应的话，那么就和大部分日本人一样；如果没有花粉症反应的话，那么恭喜你，你就没有花粉症了。所以第3年是一个关键的1年。花粉症一般是2月底一直到4月底，2个月的时间，非常难熬。那种感觉就是眼睛里都是小沙子，真想把2个眼球都掏出来，然后放到水里好好洗一洗之后再装回去。没有花粉症的人是无法体会那种非常煎熬的感觉的。幸好药店里有很多这方面的药，可以帮我度过难关。好了，
今天就先到这儿吧。最后再强调一下，我所见到的都是我的个人意见，不一定都对。如果你也遇到类似或是不同的情景，可以在留言栏里写出来，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。咱们下次再见。